首先呢，这个台湾跟阿富汗根本就不是一回事。我认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是对的，从整个战略布局上说，它是对的，它没有必要藏在那个地方，藏下去打一仗，他把军队收缩放到印太地区，这是国际战略的需要。只不过这次他的撤军呐，他有一点计划没有计划好，组织没有组织好，这方面有欠缺，但是他的整个大方向是对的。台湾的地理战略位置，那是阿富汗是根本就没法比的。现在围堵中共，在海上围堵，特别是美日的联盟，我们要看到这一点。台湾失去以后，日本就会直接面对着中共的军事威胁，而且中日之间有世仇，所以美国考虑到日本和亚太地区的这种安全，他会坚定的协防保卫台湾。再一个，台湾是一个民主制度的国家，如果美国把台湾放弃了，他就没有办法在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面前抬起头来。所以从政治上、理念上和军事上各方面，美国都不会放弃台湾。但这次拜登呢，好像出来讲了几次话，可以这么说，中共对台动武，美国不会袖手旁观。我觉得这个话已经讲到位了，这个不能再讲到再具体了。作为一个总统来说，不会说我要怎么的，所谓的说是什么口误，什么战略什么模糊，这些东西都是有人在找理由找借口，其实不是。这个总统他不是一次在讲台湾问题的地位的重要性，我记得他讲了3、4次了。这个是，而且美国的国务院包括他的军方的官员，他也在不断的强调台湾的重要性。拜登总统讲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就把台湾和以色列和日本和北约和韩国放在同一个位置上。你想想看，美日之间有军事同盟，韩国有军事同盟，北约就不要说了。把台湾放到这一个战略层次上来说，怎么可能还模糊呢？这个基本上战略已经清晰了。那我就是这么讲的。主持人，您刚才问到了一个怎么样呢让这个拜登信守承诺？毕竟嘴上讲的跟实际行动上，大家还要看他的实际行动。那这个实际行动呢，我还是强烈的这个呼吁，美国在外交、经济、军事上要齐头并进的把动作做明显。我记得，美国有一个军人说了一句话，讲得非常好。他说，中共一旦打台湾，美国就跟台湾建交，建立外交关系，哪怕不跟中共断交，就是两边都承认，这个中共他就受不了。中共现在最怕的是跟美国脱钩，他跟美国一脱钩以后，全世界的小兄弟们全部跟中共脱钩，他日子就没法过了。所以我觉得，拜登总统包括美国政府应该把这个问题清晰化。你一打台湾，我就承认台湾，因为我只有承认台湾，我在法理上才能全面的介入台湾的保卫战。所以我觉得美国政府，拜登总统要是想进一步的深化和台湾的关系的话，这一点明确的提出来，那中共他就要考虑了。